该留牙齿还是要该拔牙？我们牙医师通常会考量的，拔不拔主要是看这一颗牙齿。300个颗讲出去，咖喱出去引爆你。大家好，我是三宝老爹吴医师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该留牙齿还是要该拔牙哈。我们牙医师通常会考量的3个重要的因素啊哈。当然牙齿不是说要拔就拔哦，当然要经过治疗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哈，本身牙齿在咬啊，我们治疗牙周病回来就不会咬。拔不拔主要是看这一颗牙齿能不能留所以也不是说马上就拔了啦哈。现在的牙医是因为植牙比较好赚啦不拔哪有植牙赚呢？对不对？所以要留牙齿的医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各位观众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医生建议你拔牙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一颗到底可不可以治疗会要花多少时间，要花多少费用，还是直接植牙会比较简单这些都是可以列入考量的啦我们来看那一个患者他也是60几岁的，他本身好像是住外岛当然他有一个住家在内湖这里啦所以他就来左边下面那一组有一组牙桥已经蛀掉了现在牙齿痛，已经痛到神经了啦那我们把它牙桥拆掉之后我们看到这样哇，它下面有一个大蛀牙，而且已经蛀到神经了，造成它现在会痛。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就跟他讨论这颗牙齿问题很多。所谓问题很多，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它有这颗牙齿蛀牙，已经蛀到神经的问题，还有它也有牙周病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跟他讨论说，到底要花时间做根管，然后重新治疗，还是要植牙后来牙齿拔掉了我们看到他这颗牙齿黑黑的一圈就是什么？就是结石。所以他这一颗有严重的牙周病蛀牙也很大所以它合并了很多问题。所以到底牙齿要不要拔要看第一个要看剩余的齿质第二个还有牙周病，还有根管治疗的问题第三个还有它咀嚼的问题。但是这颗牙齿咬得到吗？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我们很多病人就说我们智齿要治疗可是智齿它明明就咬不到，你留在那边干嘛？你又蛀牙又清不干净所以这是战略的问题这颗牙齿有没有功用？没有功用，我们通常就积极性就不大了啦第一个我们要考量剩余齿质蛀牙的宽度、深度有没有蛀到牙龈下？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case， 它已经蛀到什么牙肉下面了所以它要留就除了要收神经以外牙周病治疗以外，还要做牙冠增长术。所以它的蛀牙的深度是非常深，而且又是最后一颗，因为它是左下第2大臼齿，而且最后一颗治疗难度上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不能做啦所以它综合了根管牙周等很多问题还有蛀牙的范围。你们看它严重牙周病它的骨头已经掉很多了你们看到牙根上面有一点点毛毛的，那个是牙周韧带啦接下来呢还有牙周根管的问题和剩余骨头的量它牙齿的摇动度会不会咬还有本身根管的问题所以它的这颗牙齿有2只脚，还有左边那一只脚还有50%的骨头可以支撑后面那一只脚大概只剩下25%的骨头支撑。当然那2只脚看起来是蛮稳的啦可是照顾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啦它已经蛀到牙，第一个它蛀牙已经蛀到牙根了它也有牙周病的问题。所以要留我们就是勉强用。所谓的勉强用就是你这样子清洁是非常不好啦如果还要再用20年，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保证所以呢最后一个我们考量到咬合的问题。
你看它上面没有大牙齿，它是用前面的牙齿去背后面那一颗上面的部分，所以它下面的部分啊，所以它上面没有第二大臼齿，所以它下面，你留不留第二大臼齿，事实上就意义不大了。所以以长期来说啊，我们可能就是建议他做植牙，那一个就不要，上面上下都有第一大臼齿可以对咬，这样就够了。你花那么多时间，以他这个60几岁这个年纪，你用个20-30年有没有问题？以现在技术用个20-30年，用到80-90岁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你做一组牙桥，用到80-90岁，用到70-80岁的时候再来植牙，有时候问题就会更困难所以牙齿只会变更少。所以你就跟他讨论之后啊，就是建议他后面那一颗就不要了，因为他又有牙周病，又有根管的问题，又要做牙冠增长术，又不好照顾。第二重点是不好照顾，问题很多，所以勉强留下来。我觉得可能用不到10年、20年就会又坏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考量它，就建议它拿掉了所以所以要不要把真的是问题，就是要讨论的面向很多，当然是要跟医生充分的沟通啦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想留你可以多问几个医生来讨论看看付个挂号费。当然医疗责任在于信任所以信任就是你相信我们就会尽力帮你治疗如果你没办法取得信任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始治疗。希望大家都找到好医师记得按赞订阅帮我们分享，谢谢，拜拜。